清晨的8月1号，我们在蒙特这个木屋呢吃我们的早餐。我们早餐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那么就是这种 cereal， 那么这种粗面包，那么加上了一些这个牛奶。这个牛奶看上去呢非常的粘稠，应该是当地的，可惜呢我不敢喝。还有一些米饼，还有一些酱的这个 prune。那么我就打算呢这2种 cereal 呢跟那个橘子水呢在一起喝。也算是一种新发明吧，简单的早餐。那边呢，有咖啡啊等等一些东西。8点钟，我们的部队啊，接着向下一站进发。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关口呢是这个2个小时以后的这个 Segni， 这是进入这个意大利的第一站。这个天气啊，现在是云雾缭绕啊。那么翻过这个山头的意大利之后啊，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天气。那么这是呢去另外的反方向，这是顺时针 TMB 的朋友们，这是2个小时30分钟。那么这个条路呢是从山上过来的，是 Robert Blanc， 也就是说昨天他们出来了之后，如果订不上这个 Montaigne 的这个旅馆，他们只能从这个阿尔卑斯的山里面叫做 Robert Blanc 从那儿出来。1946年的这个 B-17， 这个在这殉难的美国轰炸机的这么一个纪念碑。我们今天的走行啊，也是长距离22公里，那么爬升和下降呢各是1100公里。这是我们行程的第4天，我们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，队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。没有，累死。这个还有一个拆台的。离开了我们的山屋，山下的美景呢，大家稍事休整，一路轻装上山。那么我们这次呢要过这个意法边境的这个山隘啊，这个 Segni 啊，那么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，爬升呢要有600米，行走在山间。这条之字形的路啊，9曲18弯，通向意法边境。行走在这个天际线上的人们，那么山下络绎不绝的登山队伍。哎呀，这帮人好厉害！颇为壮观的登山客，山泉处处啊，无处不在。浩浩荡荡的上山的队伍，哇塞！又爬上一个高峰啊，挥汗如雨啊！我们向意大利进发，山路弯弯，身后的美景。我正前方呢，就是这个针尖 Glacier， 山涉水。刚才一个蝴蝶从我身边飞过。啊，洗个脸。啊，太舒服了。还在不断的往上的延伸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一直要走到那个雪山的那个雪线之上，2515。我们走了1个小时，还有1个小时啊，才能到达这个山隘。远处的这个雪山呢，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针尖塔的冰川，已经在我们的眼前，人是非常的渺小啊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太惊艳了！这个河谷叫 Glacier Valley。看着摄影师，装作很痛苦的笑。No one study one's pay。这个时候的这个法意边境呢，似乎还遥遥的不可及。延绵不尽的上山路啊，2515的 Segni 山脉就在前方。爬上那个小山头，
哎呀，我们这次在 TMB 看到的第一只骡子啊，这是可怜的骡子，背了这么多人的行李。第二梯队来了，后面远远有一个骡子正在休息。46，我们在标准时间以内啊，2个小时以内，来到了2515。这个山奈山峰阵阵啊，看我们左边呢，白雪皑皑。伊丽莎白呢，在2168，还有5分钟就可以到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在的地方呢，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意法边境，那么是2512。这个一只脚已经踩在了这个意大利，这边呢是法国的国旗，非常的清晰。我们的香慕尼啊，就是在这个雪山的后面。那么这个呢，勃朗峰呢 ，Franco， 那么4807，这是这个高峰。这个山峰阵阵呢，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，从2515啊，向山底的2168伊丽莎白进发，通往一条伊丽莎白的道路。标仙玉滴的蓝铜铃花和这个野的黄菊花开满了山谷。宋方呢向远处走去，路边都是开满了山花。山的这个中间呢，有一个这个小木屋，这个叫 La Casa Mata。那么估计呢，也是一个目前还不清楚呢，是不是可以预定的一个山屋。这个地方呢是2365，我们的伊丽莎白呢是2168，所以还有200米呢下降的空间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5G 信号啊又有了，我们大家呢又开始兴奋的开始上这个微信了。哇，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小木桥。Cowbell， 对，有公有母，这个解说的好。从隘口下来的路，这一片啊，居然全是公牛，还没有看见母牛呢。你看到这儿骑自行车的，有一朵可爱的这个肉花正在绽放。接下来通往伊丽莎白山屋的路啊，景色是平平，那么在这个河谷当中的穿行，那么走山的乐趣其实呢就在于爬高。如果没有爬高的话呢，那么只是看到普通人的这个视角。那么最后呢，下到这个河谷啊，是完全的这个平路，一马平川，通向远方。走在软绵绵的河谷的草甸，到处都是这样肥美的牧草。经过了3个小时，来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这个山屋。那么这个雪山之下，残垣断壁。山屋呢建在这个北峰崖啊，远处的就是冰川。终于爬上了这个伊丽莎白这个山屋。我们看身后啊，就是这个大雪山和冰川。伊丽莎白内部的这个设施还是挺不错的，你看这个面巾纸呢，跟这个卫浴啊，跟这个北美的标准呢都非常的相像。食堂呢是非常的棒，那么窗外的景色360度就是无敌。它的康宝河谷和远处的这个康宝 Refugee， 离开了伊丽莎白，我们向下一个的 Refugee 进发。那么这是身后的这个冰川和景色。标志牌显示呢，我们下一站的康宝这个Refugee 啊是1968海拔，那么还要走1个小时。这个伊丽莎白这个山窝呢是坐落在这个2个冰川这个夹在这个中间，那么这个景色啊还是非常的漂亮。那么这个冰川呢往下呢，这个雪水啊冲击，那么应该在前面还有和更大的一个冰川。那么我现在呢已经看到前面的那个冰气垄了，那么就说明呢这2个冰川呢还有一个大冰川在前面，最后汇合成呢这个更大的这个河流。 Take 一个 shortcut 去 Lake Combo。
这个雪水啊，乳白色。我们的队伍呢，那么选择了一条这个捷径下山。2个冰川呢，就在身后。随处都是山溪和瀑布，到处都是 fireworks 盛开，鲜花的小径。远处山腰上的这个伊丽莎白山屋。这个旅游呢，徒步还是比较自由的。那么山呢是大家的。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草甸上啊，只要是有地方可以走的话呢，就有人。大家呢并不是很完全的遵守这个路的这个规则。到笔直的康庄大道啊，我们即将走完这条康庄大道，进入下一个河谷。这个地方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这个冰气笼啊。我们这个冰川的这个一角呢，已经在这儿显露了出来。哇塞！上方沿着河小湖的另外一边走过去，早上也看到骑车的人。处处鲜花盛开。这个 refugee 呢，康宝已经映入眼帘了。美丽的这个康宝山谷啊。时间呢是中午的1点整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山屋呢，叫康宝。吃过午饭，我们向这个山上的 Mirage 湖进发。山峰凛冽啊，人都站不住。通过了这个冰气笼啊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大冰川了。那么在这个冰气笼的这里面呢，就应该是冰川的这个实体。那么这个冰舌啊，一直到前方这个白色的全是冰舌。那么在这儿呢，又形成了2个这个冰湖，小的冰湖。那么从这个角度啊，可以看见，上面的2个冰舌形成的2个小冰湖。上面有个 lake 叫 Mirage Lake， 当地的时间，我们离开了这个康宝山屋啊，那么还有将近2个小时15分钟呢，在前面等着我们。来，提点精气神。1、2、1。过桥。大部队啊，接着向山上进发。可以看到这个标志牌呢，这是去康宝岳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住宿营呢，是这个木屋啊 ，Mission Valley， 那么是在1956。那么他们还有2小时15分钟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个高度呢，正好可以看见这个 Mirage Glacier。那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看冰川，那么不就是看到有白色的地方？那么也就是说，那个冰川到前面白色的地方就停止了吗？那么其实呢不是这样的，那么只是你表面上能看到的。那么这个冰川呢，大部分呢实际上啊是被这个滚落的这个山石啊，它们所这个淹没。所以看正确的冰川的前端，大家可以看，这是2个，这边有一个横的坝，那边又有一个很明显的横坝。那么这2个横坝呢叫冰气笼。
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冰气垄呢？就是因为在冰川在这个强烈的重力的腐蚀作用下，那么在两边呢形成了2个冰坝。那么冰坝里面呢全部是冰川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带石头的，一直到前面这一端全部是它的舌头。所以这个冰川可以看到 visual 的白色的，以及在看不见的一直到底下。那么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湖呢，就是在这个最前端被融化而形成的。这儿啊可以看见非常多的冰川首尾相连。那么这2个冰川呢，就是在伊丽莎白那个木屋。然后呢，我们移动到这个康堡，这个 Mirage 这个大冰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之字路上面呢都是人。那么在这个最顶上有2个人呢，看在那儿慢慢的移动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要过的山坳。那么这个从这儿到那儿呢，还有将近300多米的这个海拔提升。我的个天哪！这个冰川呢非常的大。那么刚才我在解说的过程中呢，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啊就是在那个坑那，所以呢我认为那个冰蛇呢就在那儿。实际上这只是它的一个旁支。当我们登高了以后，发现它的那个主枝啊从那儿，大家可以看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。那么真正的这个冰蛇呀，天哪！你看那里有冰，那个黑色的是冰，然后呢这儿呢也都是冰。所以这个冰蛇啊，一直是延伸在这个位置，形成了这个第4天啊，so far为止啊，虽然离我们的目的地呢开幕夜还有这个2个小时，但是我觉得 so far 最大的 highlight 呢是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大冰川。那么尤其是这个 Mirage 康堡大冰川，太震撼了。Mirage 冰川走过来，康堡前面还接着再爬海拔300米的距离。这里有好多非常漂亮的蝴蝶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、黄色的，哦，这还有褐色的呀！它们在这儿翩翩起舞啊！哇，从广阔的这个冰川中走来，天哪！这儿有一个废弃的小木屋，我们稍作休整呢。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，我们接着往我们的目的地进发。在这跑山的人，瞧，孟酱呢？啊，瞧，哇 ，so good。高山草甸。走向冰川。不能理解这种辛苦走山的乐趣。那么回答大家呢，那么这种壮美的景色的欣赏啊，只有在走山的中才能完全的体会出来。直到走到我消失为止，不动。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个山隘啊，可以看见山下的这个康堡这个 refuge 啊，我们中午吃饭的地方，已经啊遥遥不可期啊。走向另外一个巅峰。天哪，来到这个山隘，又是一片雪山呐、在这儿啊，终于一览这个 Mirage 这个 Glacier 的全貌。那么从山上啊，那么一路冲刷下来，那么在这底下呢，分成2支。那么一支呢在前，那么地方那个形成一个河流，那么地方呢有一些可以看见一些融化的冰。那么在这边呢形成一个主支，那么这个主支呢在这下面呢也形成一个小的绿色的湖。
所以这个冰舌啊，一直要到这个位置，真是壮观呐。那么峡谷里面呢，就是这个 Verney 这个峡谷，通向远方的卡莫耶尔。Refugee 呢 ，Mission Valley 呢，那么就是在远方，那儿呢应该有缆车呢下到下面的峡谷，就是卡莫耶尔。而对面的那个山头呢，将是明天将住宿的Bertone。那么Bertone完了以后，我们会沿着这个右侧的这个山的这个山腰啊，那么一路走到最里面，那么进入了这个瑞士的边界。那么在那儿呢，完成这个大拐弯，最后呢返回到法国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把我们整个这个TMB 的这个环线的这个南线呢，都已经一览无余。现在呢，我们爬过了这个2445，现在呢缓慢的下山。那么我们将沿着这个山腰啊，到达我们今天的这个宿营地。那么这下面呢，应该也有一个这个冰字湖。现在呢，踪迹全无。这个沿着山脊线奔跑的跑山者，一路走一路看，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。我们大概还要有1个小时啊，才能回到我们的 refuge。终于出现了这个 Lake Vassis， 那么这个湖啊，映入眼帘，我们一探究竟。走过、路过、看过、拍过。把美好的记忆留在摄像机里。那么前方啊，延绵不绝的雪山。行程的这个第4天，这so far呢，天气非常的良好。那么有点像这个秋高气爽的样子，那么山风习习啊，穿在身上非常的棒，感觉非常的好。那么另外呢，也要感谢这个美好的天气啊，让我把这个山体啊看了个通透，让我把这个 TMB 呢也了解了一个明明白白。走过了一山又一山，这壮美的景色啊，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山间的小道，这个跑山的人呢，他们这个 round trip to come back 来了一个人工湖，这明显是一个人工湖，这叫 Lago Chacroit。好了，我们的队伍啊，接着向我们的目的地进发。这时候离我们的目的地啊，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了。现在这个阳光啊，照在大家的身上，非常的漂亮，景色柔美。人工湖的这个形状啊，是非常的圆。那么山上呢，都是这些缆车啊，是给人家滑雪用的。开蒙耶呢，是个著名的滑雪胜地。在山线上面看见很多奔跑的人们呢，那么他们都是为了准备8月底的这个TMB 的这个奔跑。那么它有一个名字叫 UTM。行走在 TMB 的乡间，那你是不是也有想走 TMB 的冲动呢？你的牧草啊，随风摆动，簌簌作响。这个粉红色的花浪啊，是一浪接一浪。正前方就是我们的旅馆。峰回路转啊！现在我们大概历时啊9个小时40分钟。终于在这个底下看见了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宿营地。那么山屋啊叫做 Mission Valley。哇哦，现在这个夕阳啊照在这个峡谷里面，太高兴了。9个半小时，那么爬升呢是1100，下降呢也是1100。那么这个技术参数呢跟当天的爬升啊大峡谷啊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目前的走行的距离呢是24公里。Mission Valley
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 TMB 的 KM76。好了，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Mansion 的 Villa 啊。这是在一个山谷里面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四面全部都是环山，四通八达。哇塞，那么身后呢都是雪山。这是环绕一周。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呢，在它的左边呢是它的这个餐厅，那么也是它的这个上面写的是 restaurant。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好了，环境呢，因为它也是这个滑雪的缆道的四通八达的地方，你看这都是缆车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在冬季呢，它是一个餐厅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看看呢，我们是住楼下，我们可以看看大家我们住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就是住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地方。那么我订的呢是4人间啊，他似乎呢给了我这一大片玩意儿。好了，10个人的。我们呢在这儿呢，上下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那么这里面的电呢都有，我们在这儿能看到都是电，我们在这烧开水，还有这个电的取暖器。好了，这个外面的风景。哦对，那可以看看外面呢，这就是外面的这个风景，玻璃。好嘞，我们接着一镜到底，带大家呢去体验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结构。好，在这个里面呢，这就是它的这个洗手池，2个洗手池，这里的水呢都是可以用的。当然这里呢有一个 WC， 那么这个里面除了 WC 以外还有，好，在这儿一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好嘞，这是3个红色的呢，鳄鱼、牛和这个 Stoke， 那么这是3个洗澡的。那么这个呢，3个马呀，这个叫 Seahorse 和这个兔子呢，这是厕所。好，那么这一边呢，似乎是他们这个员工的这个。哦，可能不是，这边呢可能是一个大通铺。哦，这边是个这么大的大通铺，看这里这么多人。哇哦！